你明明是一个不懂修炼的荒野村夫，却靠着一句“顺为蝼蚁，逆为仙，仙凡只在一念间”，硬是让3000废灵跟弟子集体顿悟圣人境。自此8大仙界都有你的传说，被世人尊称千圣之祖。可你却只想过耕地养鸡的摆烂生活。狗系统看你过得如此惬意，当即发布了个必死任务：1年内娶满7个老婆，否则死。而这7个老婆的身份也相当不简单，分别是神州3大神女和天武4大寡妇。见状我也没心情锄地了，扛起锄头就往回走，边走边吐槽：要全是寡妇该有多好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御剑飞来，停在了距离我不远处。来人正是飘羽剑宗宗主的孙女许清灵。此刻她却被震惊得无以复加。广云山离飘羽剑宗并不算远，在她印象里这本就是座普通山头，可如今再看，这分明是一片大道圣地，道运汹涌，痕迹遍地。她停的位置正好卡在那片大道痕迹外头，因为只要再往前一步，她整个人就会直接滑倒。以她筑基期的修为根本扛不住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么一座大道圣地里，居然还有个扛锄头的农民，而她眼中的那个农民，自然是扛着锄头的我。许清灵脑子里念头飞转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朝我行了个礼，不知前辈隐居于此，多有打扰，还望前辈饶恕。一听前辈2个字，我脸色当场就变了，坏了，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？我转身就跑，心里盘算要不要换个地方住。千圣之祖这个名头，别人听着风光，而我听着却只想逃。如今连我最小的徒弟都要飞升了，我在下界连个靠山都没了。这种时候我哪敢出半点差错？许清灵见我一跑，顿时急了，好不容易碰上一位疑似大能，还想着能不能求点机缘，哪舍得让我就这么走掉。他情急之下伸手就拦，却忘了自己面前还有那层大道痕迹。他刚碰上去，整个人就猛地一颤，然后直接从半空掉了下来。我回头一看，赶紧冲过去把人接住。少女娇躯一入怀，一股幽香扑面而来，软的我手都差点发僵。她脸色白得吓人，整个人都在抖，显然被刚才那一下伤得不轻。我见她这副模样，下意识就觉得这姑娘怕是可坏了，要不然怎么能虚成这样？于是我直接打开茶杯，把自己平时喝的茶水往她嘴里喂。许清灵根本没有反抗的力气，只能被动的把那浑浊茶水咽下去，本能觉得反胃，可茶水一入肚，她就彻底愣住了。那股侵入她体内的大道痕迹竟瞬间被化开。不但如此，那茶水还在替她洗净法髓，把她从出生就有却始终不完整的清灵剑体硬生生补全了。而她只有筑基中期的修为，却瞬间一层层往上窜，先破到筑基后期，然后当场凝丹。她丹田里接出的还不是寻常金丹，而是一枚晶莹剔透的顶级剑丹。茶水里的药力还没停，她那枚剑丹开始旋转，从1转来到9转金丹巅峰。许清灵彻底傻了，她盯着我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那副又猛又精的模样，偏偏还透着股勾人的味道。我本来就被系统那波任务搞得心烦气躁，现在又被她这么一看，哪还能忍得住？于是我低下头慢慢朝她靠近，最后直接亲了上去。瞬间我只觉得整个人都飘了起来，这可比修仙有意思太多了。原来以前那些人说的没错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等许清灵反应过来，她立刻从我怀里挣开，小脸红得厉害，眼里还带着几分慌乱。然后下一刻她竟朝我跪下，晚辈方才情不自禁，玷污了前辈的仙体，求前辈饶恕。我当场就听傻了，玷污我的仙体，这都什么话？要放在前世，我这动作早被人打成流氓了，可在这个世界，他居然还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。于是我故作高深的开口：无妨，你若愿意，多玷污一会儿也行。许清灵听懵了，前辈刚才说什么？我轻咳2声，赶紧岔开话题：姑娘，你为何来此？许清灵连忙回答：晚辈是飘羽剑宗弟子许清灵，此来广云山是想寻回我宗灵宝飘羽仙剑。飘羽仙剑？我眉头一挑，你说的是不是那把像羽毛一样轻，偶尔还会发几声鸟鸣的古剑？许清灵先是一呆，紧接着激动的浑身发抖：前辈见过那柄剑？我点了点头，当然见过，那玩意儿在我院里一直被我当烧火棍使，一件灵宝而已，我确实没太当回事。许清灵当即又跪了下去，求前辈赐剑。我看他这样多少有点不忍心，连忙把人扶起来：走吧，我带你去拿。许清灵连忙道谢，然后乖乖跟在我身后。他本以为自己根本进不了广云山深处，可我走在前面，那些大道痕迹像是自动让开了路，他便也能跟着走进来。我边走边打量这个姑娘，系统刚让我1年内娶7个老婆，结果转头就给我送来这么一个，我哪里会轻易放过？于是我开口问：许姑娘今年多大了？可曾婚配？许清灵恭恭敬敬回答：晚辈今年37岁，年纪尚小，还未寻到道侣。37岁在修仙界的确还小。我满意点头，又继续套话：那你家里几口人？许清灵回道：祖父祖母爹娘兄长，再加上我一共6口。我又问：你祖父和父亲做什么的？许清灵明显愣了一下，刚才他都自报家门了，可他哪里敢质疑我，只能继续老实回答：祖父是飘羽剑宗宗主，父亲是副宗主。我顿时笑了，这家是不错啊。许清灵还以为我在夸他，连忙低头：多谢前辈。我顺势又往前推了一步：别一口一个前辈了，我叫宁萧，你以后叫我萧哥哥就行。许清灵一听这称呼，明显震惊了：小哥哥？他八成把我当成那种喜欢装嫩的老怪物，可他不敢多问，还是乖乖喊了一声小哥哥。这一声叫得我骨头都快酥了。行了，大老婆就你了。我心里当场就给他定了位。等我回到小院，许清灵彻底傻了，他刚才还觉得这院子表面普通，现在才发现
这里竟是整座广云山道运的源头。更夸张的是，院子里的鲫鱼龟猫居然全都不怕大道痕迹。我倒没管他在想什么，只是笑着招呼他先坐会儿，我去给你取剑，顺嘴还安慰他待会儿别急着走，我给你炖只老母鸡补补，看你刚才都虚成啥样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院里那几只老母鸡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。等我一进厨房，它们立刻不装了。一只老母鸡直接朝许清灵传音：小姑娘，老娘是朱雀，你敢让主人把我炖了，我先灭你9族。许清灵当场脸都白了，腿一软又跪了下去。紧接着池塘里的锦鲤也开口：小姑娘，你若帮我们求情，我们赐你大道。石头上的乌龟也冷声补了一句：主人真吃了我们，你9族都保不住。还有那只白猫直接放出一身杀气，吓得许清灵浑身发颤。他这才彻底明白，这院里的鲫鱼龟猫压根不是什么家禽家畜，而是圣兽。他一边磕头一边颤声答应：诸位前辈放心，晚辈一定求前辈放过你们。而等我拎着那把黑乎乎的飘羽仙剑出来，这些家伙又全装回了原样。我刚想问他看看是不是这柄剑，结果一抬头他又跪下了。我连忙把他扶起来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姑娘也太虚了，动不动就腿软，看来真得大补。我一脸认真的说：你虚成这样可不行，得给你炖鸡炖鱼再炖只王八，给你好好补补。我话刚出口，许清灵脸都快吓哭了，拼命摇头：前辈心意晚辈领了，但您千万别再提吃他们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怎么了？他急得脸通红，一时半会儿又编不出理由。看着我那副不明所以的样子，他像是豁出去了，突然踮起脚，把唇印到了我嘴上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飘羽仙剑啪的掉在地上，我下意识搂住他的腰，手顺着往上抬，在2团侧锋位置忍住了。我倒不是装君子，是怕进展太快把他吓跑了。可许清灵闭着眼，身子发颤，心里却早乱成一团。他以为我手按在他丹田上是要废他修为，他连遗言都在心里过了一遍，只求我杀他一个，别迁怒他家里人。我哪知道他脑补这么远，只是轻轻扶住他肩膀，把他从我怀里分开。他眼圈都红了，还闭着眼。我顿时慌了，坏了，不会真给我惹哭了吧？我连忙低声开口：许姑娘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他这才慢慢睁眼，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不过这笑声却令小院内的气氛凝重了起来，圣兽们一个个怒瞪着许清灵，但却不敢散发出一点威势。许清灵也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，赶紧又要跪求前辈饶恕。我这回反倒松了口气，没生气就好。我把他拽起来，无奈地说：都说了叫我萧哥哥。我轻轻点了他一下，他忽然像是抓住了救命符：小哥哥，这些鲫鱼乌龟和小猫都很可爱，求你以后别吃它们。我扭头看了看那帮家伙，除了小白，另外几个跟可爱俩字真不沾边。可女孩子心软我也能理解，便直接答应下来：放心，我不吃它们。这话一出，院里那群圣兽肉眼可见的都松了口气。这时许清灵又看向那把飘羽仙剑，他的表情突然变了，我还以为他嫌弃这剑被我烧黑了，赶紧挠头解释：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结果他死死盯着剑身，声音都变了：仙气。我这才认真看了一眼，原来是被我练成仙气了，但在我眼里这不算什么。可许清灵整个人都快傻了，他小心接过剑，从头看到尾，越看越震惊。原本只是下品灵宝的飘羽仙剑，如今竟然成了仙气。他还没缓过来，又猛地倒吸一口气，还是先天仙气。他那副瞪大眼的样子，又呆又俏，看得我心里发痒。我没忍住低头又亲了他一下。院里那群圣兽已经看不下去了，一个个都在心里骂我老流氓。可许清灵根本顾不上他们，他眼里只剩那把剑先天仙气，那可是能一路成长的宝贝。见他盯着飘羽仙剑发怔，我赶紧把嘴收了回来。许姑娘，这剑变强了不是好事吗？许清灵一愣，然后大笑起来：当然好，这简直太好了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好就行。许清灵又要行礼，可我一直扶着他，没让他跪下去。他抬头看着我：前辈，晚辈得先回宗门复命，过几日再来谢您。我心里虽有1万个舍不得，可也只能点头。去吧。许清灵没再停留，遇剑就走。我站在原地望着他，看着那道身影越去越远，心里空得厉害。原来这就叫牵肠挂肚啊！我忍不住冲天边念了一句：老婆你一定得回来。这话一出口，满院的鲫鱼龟猫全僵住了。老婆，那不就是道侣吗？他们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刚才他们威胁的竟然是未来女主人。一群圣兽当场发麻，下一次他再来必须赔罪，再不敢摆架子了。另一边，许清灵一路赶回飘羽剑宗，他刚把飘羽仙剑亮出来，祖父许庆坤和父亲许广山当场就看傻了。许庆坤先开口：清灵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飘羽仙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根本不可能化仙啊！许清灵恭敬回话：祖父，我在广云山遇到一位前辈，是他把飘羽仙剑练成了先天仙气。许广山听愣了，莫非是大成至尊出手？许清灵直接摇头：那位前辈已经超过大成。父女二人同时变色，超过大成，那还能是什么？仙人吗？见许清灵点头，两人彻底失声。鸿鹄界里竟然藏着一位仙人。许广山最先反应过来：父亲，这剑绝不能交给霸皇宫，有了先天仙气，我飘羽剑宗就有翻身的本钱，日后别说守住宗门，就是称雄一界都不是妄想。许庆坤却没被冲昏头，剑不能交，可霸皇宫要的是灵宝，1个月内交不出去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许广山看向许清灵：清灵，那位前辈那里会不会还有灵宝？许清灵犹豫了一下：应该有。许广山立刻请命：父亲，那位前辈既然愿意赐清灵先天仙气，求他一件灵宝未必没希望。许庆坤刚要说话，许广山却忽然盯住了许清灵：清灵，你的修为怎么回事？
他这一提醒，许庆坤也看过去了。原来他是发现许清灵身上的气息早已不是筑基。许清灵恭敬开口：“祖父、父亲，孩儿得前辈垂怜，剑体已补全，还凝成了清灵剑丹，如今已是金丹九转。”许庆坤和许广山只觉头皮发麻，先天仙气金丹九转，剑体补全，这哪是机缘，简直是仙人改命啊！许广山当场大笑：“父亲，那位前辈分明是看中了清灵，若能收他为徒，我飘羽剑宗还怕什么霸皇宫？”许清灵却蹙起了眉：“那位前辈隐居广云山，明显不想过问俗事。”许庆坤也点头：“没错，这位前辈越强越不能招惹，更不能拿他的名头去压霸皇宫。”许广山皱着眉：“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真把先天仙气送出去。”许清灵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带你们再去一趟广云山，求一件灵宝。那位前辈对我还算照顾，我甚至玷污了前辈的仙体，前辈也没有发怒，孩儿觉得前辈应该会再赐给孩儿一件灵宝。”许庆坤和许广山对视一眼，同时点头：“那好，现在就去。”刚要动身，忽然许广山咳了一声：“清灵，你说你玷污了前辈仙体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许清灵的脸瞬间红透，只能低声回话：“孩儿情急之下，用嘴堵住了前辈仙口。”许庆坤和许广山先是一呆，然后齐齐呵斥：“胡闹！以后绝不能再如此放肆！”许清灵乖乖点头，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悄悄想：小哥哥也主动用嘴堵住过自己的嘴啊。与此同时，广云山小院之内，我整个人就像丢了魂，茶也喝不出味，饭也吃不香了。院里那群圣兽终于知道，这个老流氓还是个情种，他们一个个都盼着许清灵快点回来，只要他坐稳女主人位置，我也不会整日想着吃他们了。这才1日1夜的时间，我看起来却消瘦了不少。忽然山外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许清灵前来拜见您前辈。”我一下从躺椅上弹了起来，耳朵都竖直了，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不多时，第二声又来了，还是许清灵。我哪还坐得住，撒腿就往山下冲。我哪还坐得住，撒腿就往山下冲。此刻他在山外连喊5次都没听到回应，只当我不想见他。就在他心里发沉时，我一路狂奔冲到了他面前，累得我直喘粗气，满头大汗，衣服上还沾着泥。许清灵见到我，脸上的笑一下就开了：“宁前辈。”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皱起了眉，心想眼前这般浮躁的年轻人真是仙人。我这才注意到身边还站着2个长辈，赶紧理了理衣裳：“许姑娘，这2位是……”许清灵连忙介绍：“这是我祖父许庆坤，这是我父亲许广山。”祖父、父亲，这位便是您前辈。许庆坤和许广山虽然心里狐疑，可他们看得到广云山外的大道痕迹，也看得到我在其中行走自如，哪里还敢怠慢，连忙行礼：“拜见您前辈。”我连忙摆手：“2位不必客气，来者是客，先上山再说。”我撑开一片无碍区域，带着他们一步步往上走。刚进院子，小白就跳进了许清灵怀里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脸白的厉害，动都不敢动。我还以为他是被突然扑了一下给吓到，于是宽声安慰：“许姑娘放心，小白很乖。”他只能干笑着把小白抱住，一路小心翼翼往里走。等落了座，我先给3人倒茶。3位此来是有什么事？许庆坤和许广山刚要起身，我连忙摆手：“坐着说，坐着说。”许庆坤压下心惊，开口回我：“一来是谢前辈大恩，二来是有事相求。”我眉头一挑，笑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先喝茶。”我让他们喝，他们哪敢不喝。许庆坤和许广山端起茶杯一饮而尽，下一刻2人直接愣住了。许庆坤原本是洞虚境初期，一杯茶下肚，体内真气瞬间翻腾，修炼缺憾全部补全，修为还在飙升。他竟一举突破到大成期，虚空乌云凝聚，天劫来了。可天劫还没成型，就直接消散了，像灰溜溜的逃跑了。许广山更夸张，元婴境中期起步，一杯茶下去，缺憾补全，修为狂飙。元婴后期、化神初期、中期、后期，最终停在洞虚境后期巅峰。父子俩一个比一个震惊，表情像见了鬼。2人连忙跪下：“多谢前辈赐道。”我像踩了钉子一样跳到一旁，这2位可是我的老丈爷和老丈人，我哪敢受他们一拜。2位快起来吧。2人满脸疑惑地站起来。3位来此所为何事？许清灵开口：“求前辈赐一件灵宝。”我眉头蹙起，许家3人脸色瞬间苍白，生怕我不高兴把他们废了。我确实为难，我这里没有灵宝，最低等的东西都是仙气。就在这时，小白猫跳出许清灵怀抱，又跳回来，嘴里叼着一只破碗，像在邀功。这破碗之前是给他喂食用的，破了被我丢到一旁。极品灵宝！许家3人齐声惊呼，那只破碗竟然是极品灵宝！我也看过去，这只碗可行。3人连连点头。许庆混和许广山起身要在行礼谢恩，我苦笑又躲到一旁。许清灵怀里抱着小白猫没起身，我支支吾吾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开口。许家3人以为我不高兴了，脸色大变。我终于开口：在下与青灵姑娘有缘，2位若不弃，在下愿与青灵姑娘结为道侣，还望2位成全。说完，我站起来向许庆混和许广山行礼。我不想再受相思之苦了，虽然不好意思，但不得不说了。许家3人直接愣住了，堂堂仙人要与许清灵结为道侣，下一刻3人脸色大变。仙人要与凡尘女子结为道侣，结果会怎样？卢顶，许清灵没那个资格，最多只是一时的玩物罢了。许庆混和许广山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是看上了许清灵，要她当玩物，就如这院子里的鲫鱼、乌龟和小猫一样，只是玩物，他们自然不愿，但不愿意又能如何？眼前这位可是仙人，仙人一怒，鸿鹄界都要毁灭。为了苍生，为了家人，许清灵直接表态，清灵愿侍奉前辈左右。许庆混和许广山脸色大变，又能做什么？最终只能叹息罢了。
他们不知道我此刻有多紧张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两人行了一礼，转身就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同意了还是没同意？我蹙起眉头，在许清灵眼里像是生气了，她连忙跪下，两眼微红，求小哥哥饶恕祖父和父亲的无礼。从今以后，清灵就留下来侍奉小哥哥。我扶起他，蹙眉道：“你若不愿，我不会强求。”许清灵脸色骤然苍白，愿意晚辈愿意。我心中叹息，这怎么这么像强抢民女？叹息一声，我直接进屋，关门之前淡淡道：“许姑娘若是不愿，就请离去，我从不强求别人。”话音一落，房门关上，许清灵娇躯一颤，向着房门跪下。就在这时，怀里的小白猫小声道：“主母，主人是个情种，他是真的喜欢你，要让你当他老婆。”许清灵一怔，老婆是什么？小白猫翻了个白眼，老婆就是媳妇，就是道侣。许清灵又是一怔，您前辈不是要把我当玩物？小白猫又翻白眼，你以为主人那么好兴致？主人很重感情的，你走的这一天一夜，他像没了魂似的。我敢肯定，主人非常喜欢你。主母啊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以后你成了主母，可不能让主人吃了我们。许清灵破涕为笑，想起初见我的场景，俏脸上多了2朵红晕。小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小哥哥吃了你们的。小院里一众圣兽暗暗欢呼，终于不用过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了。圣兽暗暗欢呼，终于不用过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了。许清灵起身来到房门前，敲了敲门。许姑娘想好了。我的声音从屋内响起。许清灵满脸羞怯，相公，妾身为您更衣。话音一落，房门猛然打开，我满脸惊喜地看着满脸羞怯的许清灵，大笑了起来。许清灵看着大笑的我，没由来的觉得我还挺可爱的。刀锋山斩天刀宗大殿内，宗主左傲天对着一个中年人说道：“大哥，斩天刀是我们唯一的指望了，若献出去，宗门将实力大损，还望大哥能在霸皇面前多美言几句。”这中年人是左傲天的大舅哥周灵月，霸皇宫5大副公主之一。旁边左傲天的夫人周灵婉也开口：“是啊，大哥，有飘羽剑宗的飘羽仙剑就够了。”周灵月笑道：“小妹，妹夫，你们有所不知。”左傲天一怔，莫非还有隐情？周灵月点头。兴盛飞升祭祀大典由圣皇宫举办，圣皇宫并非要各宫拿出3件灵宝，而是1件。左傲天顿时笑道：“那有飘羽仙剑就够了。”周灵月摇头：“陛下要将飘羽仙剑和斩天刀都收入宫中。”左傲天脸色一变：“这是为何？莫非霸皇宫真不给我们活路？”周灵月蹙眉道：“妹夫慎言。兴盛飞升后就是8宫论道了，圣皇即将飞升，圣皇宫缺乏继承人，8宫公主都觊觎圣皇之位，陛下收走2件灵宝，就是为此准备的。”左傲天满脸期待：“霸皇若成了圣皇，霸皇宫会迁入圣皇宫。”周灵月笑着点头。左傲天惊喜道：“那8宫缺1宫，只有飘羽剑宗和我们有资格成为新霸皇宫。”周灵月又点头道：“妹夫，有我在陛下面前美言，新宫岂不就是刀皇宫了？”左傲天顿时大笑，向周灵月行礼：“大哥，此事全靠你了。”周灵月淡淡说道：“妹夫现在该制定对付飘羽剑宗的计划。霸皇成为圣皇后，会让所有一等势力争夺新宫，霸皇自然会倾向于斩天刀宗和飘羽剑宗。届时只要斩天刀宗击溃飘羽剑宗，这新宫必是妹夫的了。这新宫必是妹夫的了。”左傲天点头：“飘羽剑宗绝非我一合之敌。”天剑山飘羽剑宗内，许清灵的家人脸色都不太好看。为了保全宗门，牺牲了许清灵，他们高兴不起来。但面对一尊仙人，就算是圣皇宫也无可奈何。广山，你去一趟霸皇宫，将灵宝进献给霸皇陛下，并解释一番。许清混开口：“霸皇宫要的是飘羽仙剑，如今仙剑成了先天仙器，自然不会给，只能把那只极品灵宝破碗献出去。”许广山行礼：“孩儿这就前往。”许清混点头，顺便把剑儿也带回来。许一剑，许清灵的兄长，幼时便被选入霸皇宫修炼，被霸皇收为亲传弟子，年仅40来岁便修炼到元婴境中期。许清混让他回来是想让他参悟先天仙气。广云山上，我躺在青藤编织的躺椅上，怀里抱着已经适应的许清灵。小哥哥，这躺椅是什么编的？我怎么感觉自己沉浸在大道中？许清灵吃下我剥的葡萄，我回道：“普通的青藤，普通的青藤。”这3日，许清灵在躺椅上感觉到了道域，修为接连突破，如今已到元婴境后期巅峰，即将突破化神境。普通的青藤躺椅能有这种效果？许清灵一怔：“小哥哥，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葡萄？我种的葡萄啊，也是普通的。”许清灵苦笑，他清晰感觉到丹田中的元婴轰出一口混动，元婴在混动中破碎化为元神，他正是迈入化神境了。在这里修炼简直就是逆天。我开口道：“清灵，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成亲好？”许清灵俏脸一红：“我听小哥哥的。”我咧嘴笑道：“下月初3是好日子，咱们就定在下月初3成亲好不好？”我听小哥哥的。我长叹一声：“清灵，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哥哥在这里。成亲时就叫你的家人来一块吃个便饭，到时候哥宰几只鸡，杀几条鱼，炖几只乌龟来招待你的家人。”此言一出，小院里的一众圣兽浑身一颤，这老流氓杀我之心不死啊！许清灵连忙摇头：“小哥哥以后不许说吃他们的话。他知道这些家禽家畜都是圣兽，至少真仙级别，惹怒了他们，整个鸿鹄界都要完蛋。虽然我能压制住他们，但万一呢？”我笑道：“还是清灵心善，行不吃他们。到时候哥哥做一桌全素宴招待你的家人，行咱们俩做。”我大笑道：“清灵，我想吃你做的豆腐了。”许清灵俏脸微红：“他哪里会做什么豆腐？前天他下厨做饭，豆腐都碎了，我偏说好吃。”许清灵心里一暖，一脸哀怨地问：“小哥哥，你会不会以后不要清灵了？”我脸色一怔，
青灵哥怎么会不要你呢？这时我想起系统给的第二个任务，不由蹙起眉头。许青灵见我蹙眉俏脸煞白，小哥哥你别生气，青灵以后不问了。我抱着他的娇躯，哥哥永远不会生青灵的气，哥哥也是身不由己，以后可能会为你找些姐妹，你别生哥哥的气好吗？姐妹？许青灵俏脸又是一摆，小哥哥要为青灵找几个姐妹啊？我咧嘴，可能多点3个。我苦笑，还多点4个。许青灵两眼微红，还要多点。许青灵眼角已有泪水，5个。我紧紧抱住他，感受到他娇躯在颤抖。青灵，不管我为你找多少个姐妹，我对你的感情一点也不会少，我发誓。许青灵脸上终于流出泪水，小哥哥我不怪你，你说吧，要给我找多少个姐妹？看着倔强的眼神，我心中很疼，但就算心疼也只能硬下心肠。我没得选择，深吸一口气，我在他耳边轻声道：青灵，你要相信哥也是身不由己，小哥哥你说吧，我能承受得住。许青灵抹了把泪水，脸上勉强挤出笑容，我不再迟疑，说6个。许青灵娇躯猛然一颤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还要找6个姐妹，也就是说他们7人来分享我。泪水止不住从眼眶流出，已经动心的许青灵此时心如刀绞，我紧紧抱着她安慰着，心中长叹老子是个痴情专一的人啊，被你这该死的系统都逼成什么样了。紧抱着她安慰着，心中长叹老子是个痴情专一的人啊，被你这该死的系统都逼成什么样了。青灵，这就是哥种的田，一共1亩3分，是哥哥自己开荒种出来的。半山腰一片平地上，我扛着锄头。许青灵看着眼前的田地，目瞪口呆，满田看似普通的大白菜、大萝卜，竟然都蕴含着浓郁无比的灵气，仿佛整个鸿鹄界的灵气都聚集于此。这些菜都变成了灵药，比鸿鹄界最好的灵药都要好得多。我笑道：青灵，你不用愁，这些地哥哥来种就行，不用你出手。许青灵机械似的点头，他已经没办法思考了。我挥舞锄头开始锄地，把杂草除掉，然后丢到一旁。小哥哥，这些灵药不要了吗？许青灵目瞪口呆，都是些杂草，还要来做甚？许青灵支支吾吾说：能给我吗？你要这些杂草做什么？我帮你处理。我以为他闲着没事，点头说：你随意处理吧。许青灵欢快的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毫不犹豫的把这些杂草收到储物袋里。1个时辰后，我锄完地，青灵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带他来到后山一座山崖上，前面是看不到底的深渊，抬头看正是夕阳西下之景，令人沉醉，好漂亮。许青灵2只眼睛都在发光。我拿出画板，你站在那里别动。我开始画画，300多年闲着没事，学会了很多技能，画画就是其中之一。许青灵不敢动，可不一会儿，他感觉自己仿佛融入了整个天地，大到甚至都潜入他体内，令他娇躯颤抖。青灵，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会儿，不累一点也不累。许青灵能看到我那支画笔像是开天辟地的宝物，随意一笔都令大道相随。小哥哥一定是强大无比的仙人，能圈养圣兽，莫非是大罗金仙？这个想法令许青灵震惊无比，那可是大罗金仙，仙界至尊啊！原本他以为诸天万界只有兴盛一位大罗金仙，没想到自己相公竟然也是。许青灵没有来的一阵幸福感，他何德何能，能与大罗金仙结为道侣？小哥哥要再找6个道侣，肯定有他的理由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想法让他为难，我要帮他再找6个道侣，找6个道侣。他那双眸子看向我时都闪闪发光，不对，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，太阳应该下山了才对啊！许青灵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转脸向后看去，天空之中太阳像定格住了一样，一点都没有下山的意思。画好了，我拿着画纸来到他身前，画纸上青山绿水宛如真实，山崖上一个妙龄少女亭亭玉立宛如仙人，少女身后火红的太阳像定格在那里，永远不会坠落西山。看着这幅画，许青灵脑海突然有所明悟，她仿佛看到了9天之上的仙界，看到了仙界的广大美妙神秘，她感觉自己仿佛就是仙界的仙人。小哥哥，这幅画可以送给我吗？本来就是送给你的。许青灵欢快笑着又给我一个香吻，我也喜笑颜开。现在我好像找到了生活的乐趣，就是让许青灵开心。小哥哥，我想回去看看祖父和父亲他们。我一阵有些不舍。许青灵连忙道：小哥哥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我帮他捋顺秀发，不用着急，回去看看长辈吧，过几天我去接你。许青灵惊喜，小哥哥要去飘羽剑宗？我点头，总要上门提亲的，那我在宗门等着小哥哥。许青灵御剑飞行离去，身影很快消失。我长叹一声，云川刚飞升，我若离开广云山，怕是会被发现。等过段时日，混沌界彻底封闭，我再去提亲。我也该修炼了，培养了3000名圣人弟子，终于能修炼了。如今有了羁绊，自然要强大起来才行，否则如何保护许青灵？回到小院里，我盘坐下来，系统，我按自己的功法修炼，还是你给我功法？系统回道：你只能修炼永自诀。永自诀啥玩意？下一刻，我脑海出现一门法诀，仔细看完，我不由怒吼：你他妈逗我呢！所谓的永自诀，竟然就是写永字，没说能修炼到什么境界，就是一直写字，总不能永远写字吧？写字吧。系统，除了永自诀，你无法修炼其他法诀。我不信邪，修炼其他法诀，300多年培养了3000尊圣人，修仙法诀多不胜数，都强大无比。半晌之后，我只能放弃，果然还是不能修炼。被逼无奈，我只能搬出方桌，放上笔墨纸砚，开始写永字。接连写了100张，直接丢下笔，瘫坐在摇椅上。这哪是修炼啊？小院里的圣兽们却都在颤抖，因为他们感觉到我每写一个永字，天地就像轮回了一次，天地轮回，他们也跟着轮回。短短不到1个时辰，便经历了100次轮回。这家伙在道祖里面也绝对是顶尖，甚至是最强的道祖。每头圣兽心里都这样想，一字一轮回，完全超乎了他们的认知。入夜，许青灵回到飘羽剑宗，许广山连忙问：青灵，宁前辈放你回来了。许庆混也问：你是怎么回来的？不待回答，许庆混突然惊呼：青灵，你飞仙了！许青灵如今就如一尊谪仙，不容于鸿鹄界。许青灵回道：宁前辈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他对我很好，我说想你们了，他就让我回来看看。
还说过几日来提亲，过几日来提亲。许庆混和许广山目瞪口呆，堂堂仙人要来提亲，一般修为相差甚大的情况，都是那位修为高深者一句话的事。宁前辈竟然要上门提亲，没错，宁前辈过几日上门提亲。还有我并没有飞仙，是宁前辈给我画了一幅画。许清灵将那张画拿出来展开，许庆混和许广山直接跪了下来，大道威压散发出来，大成期的许庆混都承受不住。快，清灵快收起来！许清灵一脸疑惑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感知到，还没来得及收起，那张画竟直接脱离控制，飞到高空之中。夜幕之下，画中的太阳宛如真实的太阳，照亮了这座殿堂，亮了这座殿堂。若不是殿堂封闭严谨，阳光怕是要将整个鸿鹄界的黑夜照亮。画中之阳堪比真实太阳。下一刻，画中的美人如谪仙下凡，从画中走出，她就是许清灵，不过是画中的许清灵，面无表情，仿佛没有感情。仙人，画中的许清灵身上仙气弥漫，正是仙人无疑。真正的许清灵俏脸一变，整个人被一股力量牵引，向空中的仙人飞去。下一刻，许清灵与仙人许清灵融合为一，仙人许清灵脸上出现一抹淡淡表情，不再那么空洞了。威压消失，许庆混连忙问：“清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许清灵如高高在上的仙人，淡淡道：“祖父，我感觉我拥有仙人之力了。”仙人之力，许庆混像是想到什么，惊呼：“已化住仙体，画中为仙。”许广山满脸疑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传说中大能者画中便能够出现仙境，还有传说有彻底掌控大道的存在，能够画中赐仙道，于画中成仙的修仙者便被称为画中为仙。不过如今清灵已脱离了那张画。许广山道：“爹，你有没有觉得那张画比鸿鹄界都要广大的多？”许庆混一怔，连忙看去，不多时他惊呼道：“大道之源！画中的大道是鸿鹄界的大道之源，画中的世界比鸿鹄界都要高等，莫非画中的世界是真正的仙界？这位宁前辈当真是高深之人，一幅画便容纳了仙界。”许广山蹙眉，这对清灵有害处吗？怎么可能有害处？宁前辈为清灵铸就仙体，令他随时能飞升仙界。虽然清灵如今只是元婴期，但只要飞升便可一举成仙。许清灵淡淡道：“祖父，我如今已是化神境，化神境不到40岁的化神境，鸿鹄界历史上那些惊艳绝世的天才也不曾有过这种情况。不到40岁的化神境，鸿鹄界历史上那些惊艳绝世的天才也不曾有过这种情况。”许清灵身躯一颤，脱离出来，仙人之体再次没入画中，画卷顿时卷起。许清灵蹙眉：“祖父，我感觉我的感情要消失了。”许庆混并不意外，以这种手段成仙的确可能感情消失，所以你还需要自己修炼。但有了这尊仙人之躯，在鸿鹄界没几人是你的对手了。许广山问：“清灵，宁前辈赐你画时有什么要求吗？”许清灵轻声一叹：“宁前辈说还要找6个道侣。”许庆混一怔，下一刻像明白了什么，大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”看着像癫狂的许庆混，许广山苦笑：“爹，您明白什么了？”许庆混向许清灵说道：“清灵，你能得到宁前辈青睐，已是百世千世修来的福分，万不可因此闹脾气。我知道的，宁前辈隐居于此，一定是在布局仙界。他要找7位道侣，定是与布局有关。既然宁前辈选择了我们飘羽剑宗，我们就要竭尽全力为他达成此事。爹，宁前辈到底是为何布局？”许庆混深吸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传说中至强大道有8条，8条至强大道诞生了8尊无上道祖。你们算算，宁前辈要找7位道侣，加上他自己，一共有几人？”许广山和许清灵顿时目瞪口呆。许庆混点头：“宁前辈定是在布局。”他没有说出口，只是向上面指了指。两人倒抽一口凉气。许清灵想起我院子里的那些圣兽，更觉得祖父的推测是对的。清灵，宁前辈可说具体几日过来？没有具体说，那咱们得快些准备了。宁前辈说来提亲，不只是为你，而是要让我们在这几日为他选好另外6位道侣。若是我们做不到，届时宁前辈发怒，可不是我们能承受的。许广山和许清灵脸色大变，原来宁前辈来提亲是这个意思。许广山道：“祖父，如今清灵拥有仙体实力绝顶，您又是大成期修为，我们完全可以与霸皇宫制衡了。绝顶，您又是大成期修为，我们完全可以与霸皇宫制衡了。事不宜迟，应该先让霸皇宫承认我们的实力，如此做起事情才容易些。毕竟只有几日时间。”许清混点头：“可以，但得好好规划。霸皇宫深不可测，万不可小觑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：“宗主，斩天刀宗宗主左傲天来了。”许清混蹙眉：“他来做什么？”说是来提亲的。向谁提亲？左宗主是带着少宗主左凌云来的，应该是向清灵小姐提亲。放肆，简直胆大包天！许庆混怒喝，令那中年人满脸疑惑：“让他们滚！告诉左傲天，不想死就快滚！清灵也是他们斩天刀宗能觊觎的。”许庆混的话没有收敛，直接传了出去。下一刻，一道怒声响起：“许庆混，你这个老东西，老子的儿子怎么就配不上你孙女了？胆敢如此轻视本座，我看你飘羽剑宗今日是想被灭宗了。”话音一落，一股庞大威势散发出来，赫然是半步大成。左傲天竟然即将突破到大成期。飘羽剑宗宗主许庆混只是洞虚境初期。飘羽剑宗之所以还能保持1等势力资格，是因为有灵宝飘羽仙剑，但斩天刀宗也有灵宝斩天刀。霸皇宫疆域内的第一势力应该是斩天刀宗。左傲天来提亲，是想收服飘羽剑宗，等霸皇入主圣皇宫，霸皇宫就是斩天刀宗了。这就是左傲天的打算。他没想到区区飘羽剑宗，区区许庆混竟敢如此小觑他。
这个开战的理由足够了。左傲天顿时改变主意，要一举剿灭飘羽剑宗。虽然他只有2人到此，但半步大成的修为，一人便有信心灭了飘羽剑宗。在他的威势下，整个飘羽剑宗都震动起来。许信混，你敢小觑本座，今日本座便灭了你这飘羽剑宗！动起来！许信混，你敢小觑本座，今日本座便灭了你这飘羽剑宗！大殿内，许信混眉头微蹙，他无意与斩天刀宗开战，或者说斩天刀宗已不被他看在眼里。他已是大成期修为，徐广山也不见得比左傲天弱。如今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宁前辈寻找另外6位道侣。爹，让孩儿去会会左傲天。许信混点头道：“将他打退即可，没必要节外生枝。”徐广山直接顿空飞出大殿，左傲天一掌化为山岳，要将飘羽剑宗覆灭。他今日赶来，也是知道飘羽剑宗的灵宝已送去霸皇宫，没有灵宝的飘羽剑宗根本不被他看在眼里。放肆！徐广山一出来便看到这毁天灭地的一掌，单手一挥，一柄天剑从地而起，刺向巨掌。徐广山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！左傲天见是徐广山而非许庆混，顿时冷笑，连许庆混他都不看在眼里，何况徐广山？下一刻，左傲天愣住了，那柄天剑直接刺穿他的巨掌，巨掌寸寸剧裂。飘羽剑宗所有人也都愣住了，少宗主什么时候修为如此强大了？徐广山虽与左傲天是同辈人，但一直以来差得远了。一个已是一宗之主，宗门依旧是一等势力，另一个只能在父亲庇护下修行。如今2人对招，竟不分伯仲，这怎么可能？下一刻，一股赫赫之威散发出来，抵挡住了左傲天的威势。半步大成，飘羽剑宗一道道惊呼变成欢呼。左傲天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徐广山，他一直看不起的徐广山竟然有了与自己相同的境界，这怎么可能？左傲天，你还当我飘羽剑宗好欺辱不成？虽然没了灵宝，但我飘羽剑宗也不是你能欺辱的。你儿子左凌云如何配得上我女儿？没了灵宝，但我飘羽剑宗也不是你能欺辱的。你儿子左凌云如何配得上我女儿？左傲天脸色阴沉下来，好你个徐广山，闭关多年不出，竟有此等修为。但就算如此又如何？我斩天刀宗想灭你飘羽剑宗也不是不可能。话音一落，左傲天单手一挥，一座座虚空之门出现，自门中一道道身影走出，赫然都是洞虚境强者，足足13人。斩天刀宗13长老齐聚于此，斩天刀宗包括左傲天在内，共14位洞虚境。而飘羽剑宗之前传言中，只有许庆混和一位太上长老是洞虚境。如今徐广山虽达到洞虚境巅峰，飘羽剑宗也只有3尊洞虚境，如何与斩天刀宗相比？徐广山丝毫不惧，冷冷道：“左傲天，本座奉劝你一句，就此离去，否则今日你斩天刀宗将损失惨重。就凭你！”左傲天冷笑：“没了灵宝，你们也配叫一等势力？”徐广山冷笑：“那你就试试。”左傲天眉头一挑：“怎么？许庆混和月族那2个老家伙还不出手？”月族是飘羽剑宗另一位洞虚境，辈分比许庆混还高，一直在闭死关，不知死活。一股庞大威势自飘羽剑宗出现，一道身影飞入空中，来到徐广山身旁，一身威势赫赫，洞虚境中期师祖，此人正是月族。月族点头笑道：“广山，你修为突飞猛进，可喜可贺。师祖过誉，无需出手，交给徒孙即可。”月族摇头道：“左傲天修为不比你低，不可轻视。你对付左傲天，其他人交给我。”他四周看了看，你父亲呢？他都没感知到许庆混的气息。徐广山笑道：“无需父亲出手。”左傲天冷笑：“许庆混那个老东西应该走火入魔死了吧？”徐广山冷笑道：“便是你死了，我父亲也不会死。该走火入魔死了吧？”徐广山冷笑道：“便是你死了，我父亲也不会死。”左傲天哈哈大笑，当真以为你们2人能挡住我斩天刀宗？今日飘羽剑宗必灭！话音一落，左傲天直接出手，手持血刀向徐广山斩去。徐广山右手持剑迎上，月族刚要出手，却见徐广山身躯一震，一道道虚影出现，竟是剑身，分出剑身对付其他洞虚境。徐广山竟如此托大，月族蹙起眉头，在一旁看着徐广山那一道道剑身对上斩天刀宗洞虚境，竟丝毫不落下风。真身对付左傲天也不相伯仲，如此实力令月族震惊。左傲天也是越战越精，已参悟了一些大成之道的他自认实力强大，如今竟无法压制徐广山，哈哈哈痛快。徐广山大笑连连，他体内本就有没消化的药性，如今与左傲天大战，药性再次消化，修为开始精进。至于大道感悟，我那杯茶水里已经蕴含无穷大道了，只要给徐广山时间，他一定能突破到大成期。左傲天也发现了徐广山越战越勇，他如今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，必须尽快灭杀徐广山。左傲天手中出现一柄天刀，赫然是灵宝斩天刀，他竟然还未将斩天刀送往霸皇宫。广山快退！月族见状大吼。徐广山想退来不及了，来吧！徐广山索性不退，大吼一声要硬接斩天刀，那就给我死吧！斩天刀直接斩下，灵宝之威令天地震动，苍天都被斩破了，一道刀芒直接斩落在徐广山身上，许庆混都来不及阻止。大殿中，许庆混和许清灵脸色大变，下一刻许庆混脸上出现一抹笑意，清灵无需担心。许清灵也像感知到了什么，飘羽剑宗之上乌云凝聚，天威煌煌，竟有天劫凝聚。许清灵也像感知到了什么，飘羽剑宗之上乌云凝聚，天威煌煌，竟有天劫凝聚。大战停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是谁引动了天劫？一道声音响起：“左傲天，本座要多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本座也不可能如此快速突破大成期。”徐广山的身影出现，左傲天斩出的斩天刀竟被他阻挡了下来。此
此时徐广山虽然身躯破碎，但强大的威势自他身上散发，赫然是要突破境界了。无论受到再重的伤，只要突破大成期，一切都会痊愈，不能让他突破。左傲天脸色大变，顿时大吼：斩天刀宗强者中有不少直接向徐广山冲去，他们这是在赴死，因为他们根本抵挡不住天劫，但即便死也要阻挡徐广山突破。就凭你们也敢阻挡本座突破？冷笑声中，徐广山单手一挥，万剑齐出，斩天刀宗13位洞虚境强者尽皆被粉碎，体内药性和大道彻底被激发。徐广山即便还未渡天劫，也拥有了大成期的实力，在场之人唯有手持灵宝斩天刀的左傲天还能抵挡住他的攻击。走！左傲天没有迟疑，带着左凌云立即逃走。此时渡劫要紧，徐广山没有追。广山，你专心渡劫，我来为你护法。月族开口。徐广山大笑着迎接天劫降临，天劫一道接着一道，徐广山的笑声却没有间断。那可是大成期天劫，多少修仙者陨落在天劫之下，徐广山竟是大成期天劫于无。月族愣住了，飘羽剑宗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族愣住了，飘羽剑宗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他们不明白，一直被称作废物的少宗主为何如此逆天了。只有许庆混和许清灵知道，徐广山为何能够如此。宁前辈简直就是天人，宁前辈一定是道祖。许庆混激动的浑身颤抖。飘羽剑宗即将拥有2位大成期，大成期在洪湖界堪称至尊啊！霸皇宫之中又能有几位？此时的飘羽剑宗甚至能与霸皇宫相比。八皇正是圣皇独尊的时代即将过去，我飘羽剑宗的时代即将到来。2道身影出现在飘羽剑宗上空，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。哥哥，那青年正是许清灵的兄长许一剑，那中年人一身赫赫之威，是一位大成期强者。徐广山之前去霸皇宫送灵宝，本欲带回许一剑，但许一剑正在闭关说出关后令人送回，没想到竟有一位大成期强者送他回来。中年人和许一剑降临大殿，哥哥。许清灵连忙上前，许一剑点头向许庆混行礼，祖父。许庆混点头笑道：不知道有事。许一剑蹙眉连忙道：祖父，这位是我大师兄上官泰，霸皇宫第3副公主大成期修为。显然许一剑对祖父称呼大师兄为道友有所不满。许庆混笑道：原来是上官道友，失敬了。许一剑眉头蹙得更深。上官泰还礼笑道：飘羽剑宗即将拥有2位大成期，可喜可贺。2位大成期？许一剑一怔。许清灵笑道：哥哥，祖父已经突破大成期了。什么？许一剑满脸不敢相信，在他记忆里祖父只是洞虚境初期，虽然听大师兄说父亲已达洞虚境巅峰，但万万没想到祖父竟先父亲一步达到大成期。上官泰看向许清灵，脸色微变，仙灵之体。大师兄，清灵只是残缺清灵剑体，并非仙灵之体。许一剑连忙解释。上官泰看向许庆混，许道友这是怎么回事？许庆混笑道：清灵突破境界，觉醒了体内秘藏，拥有了仙灵之体。许一剑看向许清灵，清灵你如今什么修为？他发现自己竟看不透妹妹的修为了。上官泰笑道：小师弟你得努力了，清灵姑娘已达化神境，比你还高一个境界。什么？许一剑目瞪口呆，心中所有高傲被彻底击碎。许清灵点头道：没错，我已突破化神境。许一剑脸色煞白，他自是天赋非凡，被霸皇收为亲传弟子，年仅40多岁便达元婴期巅峰，在霸皇宫修行令他变得非常高傲，甚至不将祖父和父亲看在眼里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超过他们。如今回来，祖父和父亲尽皆突破大成期，就连比自己小10几岁的妹妹都超过了自己。许一剑心中的高傲被彻底无情粉碎。上官泰开口：许道友，今日我送小师弟回来还有另一件事，请霸皇宫将域内所有大成期齐至霸皇宫，为陛下助威。明日许道友便协同徐广山道友前往霸皇宫吧。许庆混点头道：明日我们父子便会前往，有劳上官道友。上官泰点头告辞，话音一落顿空离去。有劳上官道友。上官泰点头告辞，话音一落顿空离去。许庆混看向许一剑，一剑你怎么了？许一剑深吸一口气，祖父让我回来有什么事？许庆混蹙眉，让你回家看看必须有事吗？许一剑蹙眉，若是无事我便回霸皇宫修炼了。放肆！许庆混喝道：一剑你到底怎么了？许清灵一脸担心，哥哥你怎么了？许一剑自嘲一笑，我不配做你哥哥。话音一落，转身离开大殿。许庆混叹息，一剑太过高傲，如今见你修为超过他，大受打击，一时接受不了。祖父，要不我带哥哥去广云山，求您前辈赐道。许庆混脸色一变，连忙摇头，不可万不可如此，我们已经太过打扰您前辈了，若再带一剑去打扰，惹怒了前辈，结果不是我们能承受的。许清灵点头，想起自己得到的灵药，祖父我去看看哥哥。话音一落，追了上去。飘羽剑宗之外，徐广山已完成渡劫，正是迈入大成期刚回来。许庆混便开口：明日你我前往霸皇宫，得尽快帮您前辈布局了。徐广山脸色一凝，点了点头。他们父子都知道，飘羽剑宗的今天都是您前辈赐予的，若没能帮前辈完成布局，这一切都将会被收走。无聊啊！许清灵一走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旭日东升，我已锄地回来，写字把我无奈道：这该死的系统竟然让我写字，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写字。这个世界都是毛笔字，300多年来，我一手字练的不错，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写字。这个世界都是毛笔字，300多年来，我一手字练的不错了，但毛笔写字太慢了，而永字诀必须用毛笔写，一个个永字出自我手，各有特色，单写一个字总会无聊的。小白，你也来写一个。我把毛笔给小白，小白顿时瘫软在地，那支毛笔哪是他能拿起来的？一字一轮回。这1、2天，小白和所有圣兽
不知经历过多少轮回了。在大道洗刷下，他们发现自己发生了变化，终究是一群家畜家禽。我摇摇头，没为难小白。就在这时，我眉头一挑，看向一个方向，那里有一股凶煞之气凝聚，仿佛凶煞之灵即将出世。我双眸出现一道道符文，轮转不息，看透了时空，看见了那头凶煞之灵，一只小猴子。我一怔，那头凶煞之灵竟是一只小猴子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这只小猴子可真可爱啊！闲来无事弄只小猴子来玩玩。小白，去把那只小猴子给我带过来。我刚说完，小白就朝外面跑去。刚出广云山，小白直接化为白虎，赫赫之威震天动地，憋死老娘了！小白大吼：“堂堂圣兽要装成小猫咪，岂能不憋屈？”他像想到什么，连忙向后一看，身躯一扭，再次变成小猫咪，化为一道白光向远处行去。鸿鹄借力皇玉藏元山周围已有不少强者，听说力皇陛下要亲至，不知真假，应该是真的。毕竟即将出世的是灭世煞元，过去3000多年了，这头煞元竟还有如此煞气。一尊尊强者讨论着，修为最低的都是洞虚境，力皇欲洞虚境近乎进阶到此，其中还有一些大成期的都是洞虚境。力皇欲洞虚境近乎进阶到此，其中还有一些大成期。大地震动起来，远处一座山岳靠近，离得近了才发现，那哪是山岳，分明是一头漆黑的巨猿，足足1000丈余高。巨猿脑袋上站着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在场之人无论洞虚境还是大成期境皆行礼拜见灵犀公主。这小姑娘正是力皇最宠爱的灵犀公主。灵犀公主点头，这头灭世煞元我要了，请诸位助我镇压他。一位大成期蹙眉，陛下不来了吗？父皇还有事不来了。公主殿下，灭世煞元虽被镇压3000多年，但依旧杀气冲天，我等怕是无法镇压。无需担心，父皇让我带来了镇妖塔，定能镇压这头灭世煞元。众人一怔，那位大成期笑道：“有镇妖塔在，应当能镇压了。”在场大成期共8人，并非力皇宫的强者，而是力皇域一等势力的大成期。8皇之中，力皇实力排在前列，力皇域内的一等势力自然也更强。一位大成期开口道：“诸位，施展10方镇妖阵吧。”好，8位大成期分列8个方位，37位洞虚境填补空缺，10方镇妖阵立即成型，就等灭世煞元出世。灵犀公主开口道：“诸位，这10方镇妖阵由我来掌控。”众人纷纷蹙眉，10方镇妖阵非常强大，每个人都很危险，阵眼自然要由强者掌控。灵犀公主天赋非凡，但最多化神境修为，以化神境掌控阵眼怕是不妥，但她是最宠爱的公主，无人敢违抗。8位大成期眼神交流后交出阵眼，雷厉蹲下，雷厉蹲下。灵犀公主刚掌控阵眼便开口，身下的巨猿蹲了下来，更像山岳了。藏元山疯狂震动，所有人脸色凝重。灭世煞元当年曾灭杀过大成期，若不是上一代力皇出手，无人能镇压。如今出世8位大成期心里都没底，一只巨爪从藏元山深处伸出，像是能捅破苍天，全力镇压。一位大成期大吼，所有人瞬间催动10方镇妖阵，强力镇压灭世煞元。大阵直接晃动起来，像根本无法镇压住。半晌后，藏元山安静下来。吼！1刻钟后，藏元山再次疯狂震动，一道震天怒吼响起，藏元山开始崩裂，一道庞大身影出现在众人视野中，高有1000丈多，比灵犀公主的雷力还高，煞气冲霄，一些洞虚境差点抵抗不住。公主殿下，快施展镇妖塔！他们发现这头灭世煞元实力更强了。灵犀公主没有迟疑，直接祭出镇妖塔，极品灵宝一出，煞气迅速聚拢，像要被镇压住了。下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镇妖塔不仅镇住了煞元，连他们一块镇压其中。公主殿下，这是何意？一位大成期怒吼。灵犀公主满脸冰冷，没有回答。她从雷厉身上跳下，飞遁空中，雷厉也进入了镇妖塔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灵犀公主的雷厉竟被灭世煞元生吃了。所有强者脸色瞬间煞白，尔等能为朕而死，应该感到荣幸。如雷鸣般的声音自灭世煞元口中响起，所有人都面露绝望。这声音正是力皇的声音。夺舍！一位大成期惊呼，力皇竟夺舍了灭世煞元，要杀！声音正是力皇的声音。夺舍！一位大成期惊呼，力皇竟夺舍了灭世煞元，要杀了他们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我等都是您的臣子啊！陛下饶我等性命！8位大成期和37位洞虚境纷纷求饶。灭世煞元没有迟疑，一口一个将他们尽数生吞。一道身影出现在灵犀公主身旁，一身龙袍，头戴皇冠，正是力皇。父皇，能成功吗？灵犀公主脸上终于有了表情，一定能成功。父皇，这头灭世煞元是神魔，您若成功了，应该就能入主圣皇宫了。力皇点头，我若成功，世上便不再有圣皇宫和其他7宫，唯我力皇宫独霸天下。希儿，为父飞升前定会传位给你，女儿不愿与父亲分开，放心，父皇会为你布局，不久之后你也能够飞升仙界。力皇域内一等势力强者被一网打尽，力皇不在乎，因为他的目的是独霸鸿鹄界。灭世煞元身上的煞气快速没入体内，那双眸子变得清明。力皇笑道：“希儿，父皇去了。”话音一落，飞遁向前，没入灭世煞元眉心，消失不见。灭世煞元浑身一震，身形快速缩小，很快缩小到人形大小，化为力皇的模样。灵犀公主连忙上前行礼，恭喜父皇。力皇大笑起来。下一刻，他愣住了，父皇怎么了？力皇脸色瞬间苍白，不对，这不是灭世煞元，这只是一个傀儡。傀儡！一只巨爪从地底伸出，直接捅破苍天，无边煞气凝聚，向着力皇和灵犀公主拍去。希儿快逃！力皇一掌将灵犀公主轰飞，独自抗衡，向着力皇和灵犀公主拍去。希儿快逃！力皇一掌将灵犀公主轰飞，独自抗衡那只巨爪。下一刻，力皇被巨爪抓住，地底深处一头更加庞大的灭世煞元出现，这才是真正的灭世煞元。力皇一直以为自己镇压了他，殊不知灭世煞元故意为之，为的就是有时间成长起来。
3000多年从1000丈高长到万丈高，如今已然无敌于世。鸿鹄界最中央圣皇宫深处，正在准备飞升的圣皇突然睁眼，脸色骤变，叹息道：“厉皇，你这是要害了万灵啊！”话音一落，身影消失。另外七皇也感知到了什么，身影纷纷消失。放开我！厉皇疯狂挣扎，以近乎人间无敌的他，却无法挣脱那只巨手。灭世煞元冰冷地看着手中的厉皇，直接丢入口中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再次响起。堂堂厉皇，竟就这样被灭世煞元生吃了。灵犀公主俏脸煞白，泪水横流，凄惨地呼叫父皇，却亲眼看到父皇被吞吃的一幕。他也不逃了，因为他知道想逃也逃不了。灭世煞元出世必将灭世，鸿鹄界不久后将生灵涂炭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厉皇的自大。一道白光从天而降，落在庞大无比的灭世煞元脑袋上。下一刻，万丈高的灭世煞元直接消失不见。灵犀公主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8道身影纷纷出现，正是圣皇以及另外7皇。陛下，7皇行礼。圣皇戴着紫金面具，让人看不出表情。他看向灵犀公主，冷冷问道：“发生了什么？”灵犀公主哪敢隐瞒，将所见之事说了一遍。圣皇沉吟半晌，冷冷道：“便。”圣皇沉吟半晌，冷冷道：“全界搜寻灭世煞元，朕飞升之前必杀灭世煞元，为我鸿鹄界解除危机。遵命。”7皇纷纷行礼。圣皇离去，7皇也纷纷离去。广云山上，小白叼着一只幼小猴子回来，放在我面前。小猴子刚进小院便浑身颤抖，两眼泛白，口吐白沫，在一众圣兽威势下，哪还敢有一丝凶煞？我抱起小猴子，人人惧怕的灭世煞元，此时像回到母亲怀抱，感觉非常温暖舒服。我逗着这只小猴子笑道：“以后你就叫小灵子吧。”话音一落，小灵子灭世煞元感觉自己体内的凶煞之气瞬间消失，一瞬间从凶煞之兽变成了灵兽，出口成道，言出法随。小灵子目瞪口呆地看着抱着自己的这个人类，心中瞬间充满畏惧。这特么是一个圈养圣兽的家伙，自己堂堂灭世煞元，竟成了这家伙的宠物。灭世煞元第2次出世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厉皇被一口吞了，厉皇欲乱成一锅粥，消息传遍鸿鹄界，所有势力都蠢蠢欲动。圣皇独尊8皇阵势，如今厉皇被杀，厉皇欲实力大损，谁强谁上，这是圣皇的规矩。整个鸿鹄界掀起一片惊涛骇浪。霸皇宫内，霸皇域所有大成期强者尽皆降临。许庆混和许广山父子来了，斩天刀宗宗主左傲天也来了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左傲天竟然也突破到了大成期。昨晚他还是半步大成狼狈逃走，今天就突破了大成期。除了他们3人，还有4位大成期散修。7人客气的打招呼。第3副公主上官泰出现，7位请随我来。7人进入宫殿，宫殿之门直接关闭。他们感觉自己的修为被压制住了，根本发挥不出任何力量。圣皇即将飞升，却无适合传承者，你等可愿助朕入主圣皇宫？一道霸气凛然的声音响起。霸皇魁梧身影出现，7人连忙跪拜：“臣等愿助陛下入主圣皇宫。”霸皇大笑：“好，既然你等如此忠心，待朕入主圣皇宫后，必会善待尔等家人。”7人一怔，什么意思？一股牵扯之力将他们直接扯入炉鼎之中，炉鼎内的火焰连大成之躯都能焚烧。霸皇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炼化了尔等，朕的实力便可达到大成巅峰无敌之境，届时朕必然能够入主圣皇宫。你们放心，朕会善待你等家人的。”许庆混大吼：“陛下，你不能杀我们父子，我们父子乃是仙人使者。”霸皇冷笑道：“仙人使者？如今天道渐封，下界哪来的仙人？圣皇陛下为何着急飞升？还不是因为天道即将封闭？若是有仙人下凡，便是愚蠢至极了。”许庆混连忙道：“陛下，我们父子却是仙人使者，否则我们如何能在短短时间内成就大成期？”许广山也道：“陛下，我5日前还只是化神境，那位仙人赐道令我接连突破好几个境界。陛下若是杀了我们父子，必然会得罪那位仙人。”左傲天开口：“陛下，我能作证。”许庆混和许傲天开口：“陛下，我能作证。”许庆混和许广山的修为的确在短短几日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霸皇脸色凝重了起来，他自然知道许庆混和许广山之前的修为。霸皇域只有2大一等势力，飘羽剑宗和斩天刀宗。许庆混和许广山的修为的确是在短时间内提升上来的，这绝非大成期强者的手段。或许只有仙人才能令他们2人修为提升如此之快，但霸皇并未放开他们，不知道他如何想的。广云山小院内，我正在逼小林子写咏字，突然眉头微微蹙起道：“哎，又是一个不知道修行，将自己累成这样的可人啊！”我叹息一声，让小林子站在肩膀上离开小院。山脚下，一个身着洁白长裙的少女在这里，面色煞白，双腿已经不能动了。刚才她想闯山，被山上的大道之痕伤到了。姑娘可是扭伤脚了。我来到少女身旁，少女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那大道之痕连她都无法破开，而眼前这人竟然能令大道避让。你是何人？广云山的情况是你所为。我轻笑道：“姑娘，我只是暂居广云山，莫非这广云山是姑娘你的？”少女冷冷道：“后山竹林中有一间竹屋，你可动了没？”动，还在那儿。少女双手结印，身下腾起一片云雾，要向着后山行去。下一刻，她惊呼一声，再次坠落在地，连她也无法抵挡住大道之痕。我眉头微蹙，终于看出了端倪，转脸看去，双眸中有符文闪烁。广云山上那一道道大道之痕，只是大道痕迹罢了，在仙界算不了什么。不过只是大道痕迹罢了，在仙界算不了什么。不过我之前好像忘了一件事，这里可不是仙界，而是下界。姑娘若是想去后山竹屋，我可以带姑娘前往。少女深吸一口气，有劳了。我伸手去扶少女，但她被大道之痕伤得太严重，根本无法起身，我只能将她拦腰抱起。
我屏住了呼吸，少女那柔弱无骨的娇躯令我心思不由有些荡漾。自从系统给了我第2个任务之后，我总感觉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没有之前的定力了。还未进入广云山，少女俏眉微微蹙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少女沉声道：西南方3万里处有事情需要我去处理。我笑道：何事如此着急？少女看了看抱着自己的我，又看向我肩膀上的小林子，下一刻少女直接呆住了。灭世煞元！少女惊呼起来。灭世煞元！小林子舔了舔手掌，乖乖的给我捋着头发。能够灭世的绝世凶兽，却像是眼前之人的宠物。少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双眸凝重的看着我，看不透，我竟然看不透她。她方才只把我当成了普通人，如今她怎么可能还敢把我当普通人看？少女从我怀里挣扎，要挣脱我的怀抱。我蹙眉叹息道：别动，你的伤还没好。话音一落，少女震惊的发现自己被大道之痕造成的伤势竟然瞬间痊愈。那可是大道之痕造成的伤啊，以少女的手段至少也得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。眼前这个男子竟然一句话便令她的伤势痊愈了。言出法随，不，事到随愿违。少女连忙挣脱我的怀抱，直接跪下：晚辈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莫怪。少女连忙挣脱我的怀抱，直接跪下：晚辈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莫怪。我蹙起眉头，这特么发现我年龄大了，微微一叹：起来吧，其实我年龄也没那么大。少女一正俏脸满是疑惑，显然不明白我此言何意。少女恭敬道：前辈，晚辈前往后山竹屋有急事，但西南方3万里处也有急事需处理，赶请前辈让他前往一趟解决。他指着我肩膀上的小林子，我和小林子都是一怔，小林子能解决？我有些疑惑，不过美女之请又怎能拒绝？我彻底诠释了重色轻友，直接抓起小林子丢到一旁。小林子快去快回！小林子一脸委屈畏惧的看了少女一眼，头也不回的向着西南方行去。我笑道：姑娘，我送你去后山竹屋。少女行礼：多谢前辈。不客气。我开口问道：不知姑娘方明年方几何，可曾婚配？少女看起来与许清灵年龄差不多大小，但这是修仙界，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。这个少女可比许清灵警惕得多，许清灵还保留着纯真，而这个少女却散发着一股令我着迷的成熟之美。她警惕心越强，我越是心痒痒。这该死的系统到底把我怎么了？我也不明白自己在这方面为何这么不受控制。一个女人而已，虽然倾国倾城的漂亮，也不至于令我如此心动才是。然而如今我确实心动不已。不过我不是一个喜欢强求别人的人，见少女如此警惕，特意与我保持距离，我也不再说什么。来到后山，前面不远处便是竹林，竹林里面便是少女说的竹屋。少女俏脸瞬间布满了震惊之色，这怎么可能？处便是竹林，竹林里面便是少女说的竹屋。少女俏脸瞬间布满了震惊之色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看着眼前的竹林，少女满是不敢相信，甚至变得语无伦次。我脸上带着淡笑，没有一丝意外。这片竹林原本只是最普通的竹子，经过我的培育改良之后，变成了雷鸣仙竹，竹如雷霆直上九霄，名声赫赫，让人以为是天雷轰鸣。在仙界，雷鸣仙竹排名第3。少女宛若疯狂，我没有说什么，来到竹屋外，竹屋也变成以雷鸣仙竹铸成的。少女直接进入其中，我没有跟着，只是静静的等着。将人带进来了，总得好好送出去才是。竹屋内，少女满脸不安，我在她眼里变得神秘莫测，变成了超越天仙的存在，一个能令广云山沉浸在大道海洋中，能令雷禽仙竹都进化，还能令实力堪比半步天仙的灭世煞元做宠物的存在。此等存在绝不可能是普通人。少女万分确定我至少也是元仙，甚至更强。元仙啊，天仙是仙人第一步，铸就仙体寿元无尽。元仙超越了天仙，不仅实力强大的多，更是近乎不死的存在。寿元无尽和不死完全是2个概念。寿元无尽只是不会正常死亡，还是会被杀的；不死则是连杀都不可能被杀死。每一个元仙都不知道活了多么久远的岁月，他们必然性情怪异，不能以正常道理论之。刚才他问我名字、年龄和是否婚配，这是想要做什么？少女满脸不安，被一个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、近乎不能被杀死的元仙问这些问题，自己却没有如实回答。少万年、近乎不能被杀死的元仙问这些问题，自己却没有如实回答，结果会是怎样呢？少女透过竹屋缝隙向外看去，正好看到我打了个哈欠，吧唧了2下嘴。如此正常的情况，看在少女眼里，却令她脸色顿时苍白如纸。一位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元仙打哈欠和吧唧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打哈欠那是已经到了耐心的极限，吧唧嘴这是要吃了他。堂堂红狐界之主，受八皇朝拜的圣皇，此时身子都被吓软了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铁青，突然翻了个白眼，就这样晕了过去。他面前那颗还未安置好的黑色雷球失去控制后，散发出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。我的确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家里的鲫鱼王八和小白还没喂呢，他们该饿肚子了。另外我制作的竹箫才完成一半，我着急去彻底完成，然后吹一曲动九箫呢。就在我快要忍不住提醒少女的时候，竹屋坍塌了，幸亏是向外坍塌的，否则非得砸到少女不行。我连忙上前，然而入目之境令我彻底呆住了。少女躺在地上，身上的衣衫不知为何全都消失了，洁白如玉的胴体出现在我面前，还有一颗漆黑的雷球，这太不小心了吧？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明白，少女的衣衫正是被那颗漆黑的雷球炸碎的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鼓捣这玩意儿做什么？少女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感觉到凉意，身上立即出现了一身洁白干净的衣裙将她遮住。不过看到那颗漆黑的雷球，少女俏脸瞬间布满了惊恐之色。失去控制的漆黑雷球，若是爆炸开来，整个红狐界怕是都要毁灭了吧？她拥有红狐界无敌的力量，却也无法再压制住漆黑的雷球了。她拥有红狐界无敌的力量，却也无法再压制住漆黑的雷球了。雷球分为4种颜色：银色、金色、紫色和黑色。红狐界所能承受的只是银色雷球，银色雷球也是少女想要凝聚的。金色
雷球已是仙雷之球，在鸿鹄界炸开就可能灭界，紫色雷球炸开万界皆灭，黑色雷球最为恐怖，一旦炸开就算是仙界都要毁灭。黑色雷球若是在鸿鹄界炸开，鸿鹄界万灵怕是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是我害了众生。少女双眸流出泪水，身为圣皇，她一直庇护鸿鹄界万灵，统一鸿鹄界，设立八皇阵势，令鸿鹄界能够繁衍生息。她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害了鸿鹄界万灵。黑色雷球已经失控，鸿鹄界的天道规则根本无法镇压，很快就会炸开，届时一切皆休。姑娘你没事吧？我想上前扶起少女，想到之前的情况还是没有出手。少女看向我，双眸中突然出现了一丝希望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拼尽力量向我跪下，求前辈庇护我鸿鹄界万灵。我一怔，姑娘此言何意？少女刚想解释，猛然看向那颗漆黑雷球，她能感知到漆黑雷球即将炸开。少女满脸死灰色，已然绝望了。就算眼前之人是一尊元仙，也绝对无法镇压已经要炸开的黑色雷球。这就是命吗？少女深吸一口气，反而平静了下来。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我名南宫婉，年龄记不清了，应该是5000多岁。至于婚配，我不曾找过道侣。我愣住了。南宫婉5000多岁不曾婚配，5000多岁了，看起来如普通人18、19的小姑娘一样，实际年龄竟然已经5000多岁了。我前世今生加起来也才300多岁。5000多岁的南宫婉可以当我1800倍以上的祖奶奶了。更令我无语的是我那控制不了的心思，在得知她5000多岁之后，竟然还在动着。这是一个修仙的世界，5000多岁并不算太大。赵广松那家伙不已经200多万岁了吗？对，相比于赵广松，南宫婉就是个小姑娘。我在安慰着自己，或者说在欺骗着自己。赵广松是仙界的一位真仙，曾向我请教，在我道场外跪了33年。我指点了赵广松一句，已经停留在真仙境近100万年的他，竟直接突破到了金仙之境。相比于200多万岁的赵广松，5000多岁的南宫婉岂不就是一个小姑娘？在修仙世界，5000多岁和300多岁差不多。我一边安慰自己，一边与内心理智抗争。一股狂风吹过，是那颗漆黑雷球要爆炸了。少女圣皇叹息一声，静静等待死亡降临。下一刻，她俏脸布满了震惊之色，那表情要多可爱就多可爱。5000多岁的女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可爱的表情。她所见到的是被那颗漆黑雷球吵到的我，直接一脚将她踢飞了出去。能够毁灭仙界的黑色雷球，在我这一脚之下直接瓦解开来。那狂暴无比的雷霆之力，被广云山上大道之痕直接吸收殆尽。能够毁灭仙界的黑色雷球，就这么消失了。少女仔细感知，丝毫危机都感知不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传说之中，即便是元仙都无法压制的黑色雷球，竟然被眼前之人一脚踹没了。难道说眼前之人并非元仙，而是踹没了？难道说眼前之人并非元仙，而是不死真仙？少女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她所掌控的鸿鹄界竟然有一尊真仙，我还在与自己内心做斗争。少女连忙五体投地，颤颤巍巍道：“拜见前辈，之前晚辈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恕罪。”我被她说的愣住了，看着跪在我面前的少女，或者说看着她那婀娜的身姿，这特么是5000多岁的老妖怪。我内心里一脚将自己的理智踹飞。5000多岁又怎么样？老子照收不误。我终于不再客气，连忙上前抓住南宫婉的手臂，将她扶起。南宫姑娘不必如此。南宫婉哪还敢在我面前摆圣皇的架子？眼前之人可是能一脚将毁灭仙界的黑色雷球踹没的不死真仙啊！前辈大人大量，不与晚辈计较。但晚辈冲撞了前辈，内心实属不安，愿前辈允许晚辈自斩道基，以向前辈赎罪。能说出这话，可见南宫婉此时多么畏惧我。自斩道基，这可是要毁了自己的仙缘的。道基不完整，此生无望成仙。还不等我说什么，南宫婉便右手并刀斩在了自己的胸口之处。咔嚓，南宫婉娇躯颤抖，脸色苍白如纸，身上的气息骤降。原本是半步天仙修为，此时却跌落到了大成期中期，娇躯颤抖，俏脸煞白，连双眸之中都是毫无神色。我看着南宫婉的情况，没由来的心疼万分。南宫婉自斩到基后，虚弱的连站立都无法保持，直接跌到了我怀中。我趁势轻轻抱住了她，叹息道：“何必呢？我又没怪你。”南宫婉虚弱道：“望前辈怜悯众生，不要降下责罚。为了众生吗？”我一怔，心中不由佩服。南宫婉这是为了鸿鹄界众生而罚，为了众生吗？我一怔，心中不由佩服。南宫婉这是为了鸿鹄界众生而自斩到基啊！一个姑娘都能把众生的生死责任担起来，我甚至感觉自惭形秽了。下一刻，我直接将南宫婉横抱而起。南宫婉此时也不敢挣扎，去我那里好好养伤吧。我叹息道，抱着她向我的小院行去。飘羽剑宗，祖父和父亲的命剑溃散了。许清灵脸色瞬间苍白如纸，双眸通红，泪水流落。祖母母亲也一个个哭泣起来。他们没想到许庆混和许广山此去霸皇宫，竟然是死路一条。许一剑从外面走进来，面色凝重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哥，祖父和父亲的命剑崩溃了。许一剑身躯一颤，脸色瞬间苍白，呆呆地看着供台。原本那里有2柄命剑，如今空空如也。命剑崩溃代表了命剑的主人陨落。不行，我要去霸皇宫。许清灵哭声连连，许一剑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哥，祖父和父亲。许一剑蹙眉道：“这应该是陛下之意。”许清灵一怔，霸皇杀了祖父和父亲，你不报仇吗？许一剑沉声道：“我等皆为霸皇陛下的臣子，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祖父和父亲死得其所。”许一剑此言一出，大殿内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
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许一剑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！霸皇域所有生灵的命都是陛下的，我们飘羽剑宗曾立誓生生世世效忠霸皇陛下，祖父和父亲死得其所，你们不该伤心，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。一道剑鸣声响起，许清灵手中多出了一柄仙剑，抵在许一剑咽喉处。许一剑丝毫不惧，你要做叛臣贼子妖清灵，不要！祖母和母亲都呼唤道。许一剑丝毫不惧，你要做叛臣贼子妖清灵，不要！祖母和母亲都呼唤道。许清灵收起剑，冷冷道：“把飘羽仙剑交出来，我要去为祖父和父亲报仇。”许一剑冷冷道：“你若敢背叛陛下，你我将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。”许一剑是你背叛了家人！许清灵吼了起来：“你可以去找陛下报仇，不过要先踏过我的尸体。至于飘羽仙剑，我已经将之传送回霸皇宫了。”许清灵不敢相信地看着兄长，祖父父亲将飘羽仙剑交给许一剑感悟，是想让他尽快提升修为，而许一剑竟然将飘羽仙剑传送回霸皇宫了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你是选择忠于陛下，还是选择效于祖父和父亲？你自己选。不过若是你背叛了陛下，我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你。”许一剑冷冷说道。即便自知不是许清灵的对手，他仍然这样说，非常坚决。许清灵娇躯颤抖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兄长竟然变成了这样，他直接御剑离开，即便没有飘羽仙剑，他也要为祖父和父亲报仇。清灵！祖母和母亲连忙呼唤。许一剑冷冷道：“祖母母亲，你们是选择与许清灵一样背叛陛下呢？”祖母和母亲顿时呆愣当场，因为他们从许一剑的眼中竟然看到了杀意，最终他们没敢说什么，只是哀伤的哭泣。他们没有发现许一剑的双眸中有一道猩红色光芒一闪而过，此时的许一剑还是他们的孙子和儿子吗？霸皇宫内，霸皇冷冷道：“就算你们是仙人使者，朕又何惧之有？炼化了尔等，朕便拥有了人间无敌的实力，何惧那被贬下凡的仙人？”话音一落，霸皇便开始炼化被困住的大成七强者。许信混等一落，霸皇便开始炼化被困住的大成七强者。许信混等7人，一个个面如死灰，他们已经被镇压到炉鼎中，以霸皇的实力，不消片刻便可将他们炼化。在他们看来，命运已成定数，他们尽皆不甘心。尤其是许信混、许广山和左傲天3人，他们刚成就大成7，本以为能纵横天下，如何能想到刚突破到大成7，迎来的便是他们的死期。清灵，祖父对不起你啊！宁前辈，希望您不要怪罪，不要迁怒于鸿鹄界众生。炉鼎之内7人已不再反抗，即便反抗也改变不了结局。距离霸皇宫近万里处的荒野中，霸皇宫第5副公主周灵月正在一座山岳之巅，颤颤巍巍不敢动弹，甚至不敢散发出一丝气息，因为片刻之前，一道庞大的身影从他身边掠过，那道身影赫然就是灭世煞元，足以灭世的凶兽竟然在霸皇域范围之内。不行，得尽快去禀报陛下。周灵月大成7初期修为，在灭世煞元威势下，他几乎都不能呼吸了。灭世煞元并未在意他，从他身边经过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如今灭世煞元走得远了，周灵月才反应过来，必须尽快告知霸皇陛下，否则霸皇域必会被灭世煞元毁灭。周灵月施展遁术，瞬间消失。你说你何必如此呢？我叹息道。将南宫婉放到我的摇椅上，然后去给他倒水，自进入这座小院。南宫婉就是精神一振，自斩道机导致的精神萎靡，不知因何恢复了一些。南宫婉睁开眼睛，看着这个如世外桃源般的小院，不由有些惊讶。广云山上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座小院了？一棵硕大的柳树遮阳，令南宫婉感觉非常舒服。下一刻他愣住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棵柳树。藏道柳树，在南宫婉惊呼出口时，柳枝摇晃了几下，又变得安静下来。藏道柳树乃仙界的圣物，传说藏道柳树体内藏有3000大道，柳枝能贯通诸天万界，是诸天万界中唯一能与世界树齐名的圣树。南宫婉万万没有想到，鸿鹄界之中竟然存在藏道柳树，难道是这位前辈培养出来的？南宫婉猜想到，他甚至怀疑，我之所以隐居鸿鹄界，是因为这棵藏道柳树。仙界强者无数，不死真仙的实力也并非无敌，若是让更强者发现他培育了藏道柳树，岂不是会引来争夺？而在下界鸿鹄界，以他不死真仙的实力，无人能与之争抢。这位前辈应当是在准备自己的金仙之道。南宫婉自语，不死真仙之上便是金仙，金仙乃是仙界至尊。当然，仙界真正至尊是大罗金仙，但大罗金仙不能在仙界久留，故而金仙是能长存于仙界的至尊，万不能将此事泄露出去，否则惹得这位前辈发怒，鸿鹄界都得毁灭。南宫婉不愧为圣皇，一心为鸿鹄界着想。他随意向小院里其他地方看去，一座小鱼塘里面养着几条锦鲤，鱼塘边上几只乌龟在晒太阳，旁边几只老母鸡还有一只小白猫在晒暖。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！一位不死真仙在人间布置一座仙境根本不是难事。我的声音从厨房响起，南宫姑娘，我的声音从厨房响起，南宫姑娘，你先休息，待会我为你炖碗鸡汤补补身体。几只老母鸡顿时身躯一颤，一股令南宫婉元神差点崩裂的威势突然出现，她连呼吸都困难了。小姑娘，主人若是要炖了我们吃了，我们拼命也会杀了你的。谁？南宫婉连忙向四周看去，最终目光停留在了那几只正看向自己的老母鸡身上。下一刻，她脸色大变，那几只老母鸡身上出现了一只朱雀的身影，这哪是老母鸡，分明是一只朱雀，圣兽朱雀，至少金仙之境的存在。南宫婉身躯颤抖起来，一只朱雀开口：“小姑娘，听明白了吗？非但你死，整个鸿鹄界也会毁灭。”南宫婉连忙道：“前辈，我不会让那位前辈炖了你们的。”这就好，你好好待着就行，不准向主人说明我们的身份，否则你照样会死，鸿鹄界照样会毁灭。南宫婉连忙点头，晚辈知道了。
掉了，威势消失，南宫婉再也看不到朱雀的影子。倒抽一口凉气，他又向鱼塘里的井里看去，一道苍老声音响起：“别乱看，否则吃了你。”南宫婉身躯一颤，鱼塘里的一条锦鲤瞬间化为了一条神龙，只是一瞬间又化为了鱼。鱼塘边上的乌龟一瞬间化为了玄武，又恢复了乌龟。那只晒暖的小白猫化为了白虎，瞬间又恢复了四圣兽。南宫婉目瞪口呆，已经忘记呼吸了。一个小院子里竟然聚齐了4大圣兽，甚至还有一棵藏道柳树。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此时他才知道自己之前是多么冒失，一旦惹怒了我，鸿鹄界的毁灭只在我一念之间。他才知道自己之前是多么冒失，一旦惹怒了我，鸿鹄界的毁灭只在我一念之间。我端着热茶从厨房出来，放在南宫婉面前。南宫姑娘，快喝吧。南宫婉哪敢迟疑，若不是她此时没法动，早就跪下来了。她连忙端起滚烫的杯子，将茶水一饮而尽。我愣住了，苦笑道：“烫慢点喝。”南宫婉连忙点头，端着第2杯茶水，也不敢喝了。她俏脸满是震惊，她感觉体内突然出现了大道轰鸣，那被自己斩碎的道基竟然瞬间恢复，甚至成为了仙道道基，修为一瞬间恢复，苍白的脸色变得红润。我笑道：“喝点热茶，看来恢复了不少。”南宫婉连忙起身跪下：“晚辈方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恕罪。”我连忙扶起他：“怎么都喜欢下跪呢？快起来，我这里没这么多规矩。”待他起来后，我笑道：“我叫宁萧，以后也别前辈前辈的叫了，就叫我萧哥，不就叫我宁萧吧。”南宫婉恭敬道：“宁前辈。”我叹息道：“随你吧。对了，留下来吃顿饭吧，我这就去做饭。”话音一落，我就要去捉鸡。这一幕吓得南宫婉差点瘫软在地，连忙又跪下：“求您前辈饶过他们。”我一怔，又怎么了？宁前辈，我不饿，求您不要杀他们。我苦笑道：“你也觉得这些家禽家畜可爱？”南宫婉一怔：“可爱？他们和可爱一点都不沾边啊。”但他还是连忙点头：“没错，他们这么可爱，求您前辈不要杀他们。”那好吧，我去给你弄些素菜吃。待我进入厨房，一只老母鸡道：“小姑娘做得不错。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主人是个色批，你可要小心了。”色批？南宫婉脸色苍白，一位不死真仙色批，自己小心又能如何？他已经认命了，自己如何反抗一位不死真仙？为不死真仙？小白猫冷声道：“别胡说，主人很痴情的。”一只乌龟也道：“没错，主人很痴情。你们朱雀一族想要覆灭，就继续这样说主人。”那只母鸡脑袋一缩：“对对对，主人很痴情的。小姑娘，主人喜欢你。”一条锦鲤道：“别瞎说，都好好藏起来，别让主人发现了。”一时间，他们又变成了最普通的家禽家畜。南宫婉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不安地等待着，喝下那碗白菜萝卜汤。南宫婉双眸微闭，静静等死。紧接着，他心中一震，那碗汤像媒介一样，竟然助他消化吃进体内的大道。饭菜中蕴含着无穷大道，相互交错之下，连他都承受不住，只有爆体而亡一途。但那碗汤令他体内的大道得以互相融合，助他消化了这些大道。若是将无穷大道消化了，自己会变成怎样？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。这些大道只有仙界才拥有，体内拥有无穷仙界大道，那岂不就是仙人了？南宫姑娘，这汤不好喝吗？见他发愣，我问道。南宫婉连忙起身行礼：“多谢前辈赐道。”我蹙眉，怎么又跪下了？快起来！我心里感慨啊，怎么这里的人和仙界的人都一个样，动不动就下跪。南宫婉刚起身，一道身影从外面走进来，是小林子，也就是灭世煞元。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我看着小林子，小林子哦哦地比划着，像要告诉我什么。我苦笑，我可不懂猴语，你是说天道封闭，规则暴乱了？南宫婉不知怎么听懂了，满脸震惊的小林子狠狠点头，又哦叫了起来。我还是听不懂。南宫婉的脸色却苍白了起来，他直接向我行礼：“前辈，晚辈有急事要去处理，还望前辈暂时放晚辈回去。”我一怔道：“去处理？还望前辈暂时放晚辈回去？”我一怔道：“去吧。”南宫婉毫不迟疑，连忙向外遁去。有了我的授意，广云山上的大道之痕都对他避让开来，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。看着南宫婉离去的背影，我叹息道：“小林子两眼一转，又哦叫了起来。”我拍了他脑袋一下：“你既然已经通灵，就该先练好人话。”小林子一怔道：“主人，我能说人话？”我眉头一挑：“能说人话还说猴语？快说发生了什么？”小林子连忙道：“主人，我去了霸皇宫，遇到一个神秘人，他向我嘴里投了一个迷你雕塑，想要夺舍我，被主人您那浩如烟海般的力量化解了。但我回来的路上，天道突然彻底封闭，鸿鹄界规则大乱，怕是乱世将临。神秘人雕塑天道封闭。”我蹙眉道：“你说的都是什么玩意？”小林子一脸惊讶：“主人您感知不到。”我心中苦笑，自己还未真正踏入炼气期，又如何能感知到天道？不过我瞪了他一眼，详细简单的说。小林子脖子一缩，连忙解释：“那个神秘人不是鸿鹄界之人，甚至不是修仙界之人，那尊雕塑应该是一尊堪比仙人的强大存在，他到底来自哪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他顿了顿：“对了，我还见到主母了，主人您可以去问问主母。”主母？我一怔问道：“谁啊？”小林子也愣住了：“许清灵不是主母吗？清灵在霸皇宫做什么？”主人，我到霸皇宫时，主母被霸皇镇压了，主母的祖父和父亲差点被霸皇杀了。什么？我顿时怒气冲天，我发怒。小院里的家禽家畜一个个匍匐在地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灭世煞元小林子感觉自己要化为尘埃，瑟瑟发抖的匍匐，差点昏迷过去。主人，主母已经感觉自己要化为尘埃，瑟瑟发抖的匍匐，差点昏迷过去。主人，主母已经将他们救回去了。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冷冷问道：“那个霸皇呢？被神秘人带走了，我没能追上。”我眉头紧锁，细细思量着什么。半晌之后，我直接向外走
去。刚出小院，我便是全身一紧，这种感觉怎么还在？从我第1333弟子飞升后开始，每一个弟子飞升，我都会有这种感觉，这是被强大存在窥视的感觉。那强大存在不在仙界，而是在更高等级的混沌界，这种感觉还在，我便不能出门。若是离开广云山，很可能会被发现。小林子，你去一趟飘羽剑宗，看看青灵如何了。小林子连忙道：“主人，我这就去。”话音一落，他就要往外冲，还没走多远，我喝道：“回来！”小林子连忙回来，我拿了一张自己写的永字叠好后递给他。青灵认识我的字，你拿着它，青灵便会相信你。小林子连忙收起来，主人，我去了。目送小林子离开，我长叹一口气，培养了3000尊圣人弟子，自己却没有实力保护家人，这种感觉非常不好。系统，我真的只能修炼永字诀吗？系统回复：宿主只能修炼永字诀。我能靠永字诀修炼到什么境界？当你写够10万个永字后，就会看到效果。10万个永字，我顿时满脸怒气，想要破口大骂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写10万个永字，这还不得把我逼疯了？不疯魔不成活，我只能接受这个命运。回到小院，我又开始写永字，只能靠永字诀来修炼，希望能够尽快提升修为，保护家人。广云山外，南宫婉刚从广云山出来，便停在虚空中，他俏脸满是震惊。刚出来，他便感觉体内的无穷大道在吞噬鸿鹄界的天地规则。片刻之后，他发现了一件震惊无比的事情，自己成为了鸿鹄界是鸿鹄界的天地规则。片刻之后，他发现了一件震惊无比的事情，自己成为了鸿鹄界天地规则和大道法则的源头。界主，这是界主之境，一界之主宰视为界主。如今的他，在鸿鹄界是无敌的存在，即便是仙人下凡，他也有信心镇压。这便是界主的威能。您前辈将无穷大道藏在饭菜中，是有什么意图吗？南宫婉俏眉微蹙，仔细思量，他的脸色骤然苍白了几分，抬头向天看去。身为界主，他看到鸿鹄界被一层昏暗气息包裹，正是这层气息令鸿鹄界天道彻底封闭，鸿鹄界无法再联系仙界，修仙者绝不可能飞升了。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令天道封闭？他满脸疑惑。之前他便是因为感知到天道开始封闭才准备飞升的，如今天道已经彻底封闭，他已无缘飞升仙界。按照他的推算，至少还得数年才会彻底封闭。他向一个方向遁去，身上的衣衫换成了圣黄袍，脸上也出现了一张面具。飘羽剑宗小林子到了，却不敢放出威势，毕竟这里有主母存在，他还是一只小猴子的模样。收敛气息来到门口，我来拜见主母许清灵。主母许清灵，两个守门修士一怔，同时出剑向小林子刺去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无疑是对许清灵的侮辱，他们可没听说许清灵有道侣了，结果却是他们意想不到的。他们的剑根本刺不破小林子的皮肤，要不是怕惹主母生气，你们以为老子会走正门？敢对老子出手，放在以前你们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小林子恶狠狠地说，对两人的剑不管不问，径直向里走去。飘羽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小林子恶狠狠地说，对两人的剑不管不问，径直向里走去。飘羽剑宗一尊尊强者出现，纷纷御剑攻击。一头妖兽也敢闯堂堂飘羽剑宗，他们把小林子当成一般妖兽了，法器轰击在小林子身上，连一根毛都没斩断，就这么硬扛着无数法器攻击。小林子来到飘羽剑宗大殿前，叩拜下来。小林子前来叩见主母，还望主母一剑。声音如雷般炸开，那些正在攻击的强者，一个个脸色瞬间煞白。此时他们才知道，这头妖兽是多么强大。天道封闭，鸿鹄界彻底孤立，无法飞升，无法联系仙界，与无尽同等世界也失去了联系。圣皇宫最顶端议事殿，12位长老尽皆在此，每个人脸色凝重。诸位，陛下的气息好像消失了。须发皆白的三长老沉声说，天道封闭，我鸿鹄界彻底孤立，莫非陛下失败了？陛下曾说过，他会以自己的升仙之道阻止天道封闭，只要陛下能飞升，天道便不会继续封闭。如今天道彻底封闭，莫非陛下他？12位长老心中都在想着一点，圣皇陛下曾说过，他飞升成功，天道封闭便会停止，若他死在天劫下，天道封闭将无法阻止。如今天道彻底封闭，莫非圣皇陛下真的陨落了？大长老开口，陛下准备飞升之事一传出，八皇便有了动静。厉皇夺舍灭世煞元失败，反被吞杀，霸皇对其麾下大乘期动手，欲炼化他们以更进一步。陛下消失，厉皇陨落，霸皇也消失了，鸿鹄界被孤立，另外6位皇者定不会安分。二长老蹙眉，不安分便废了他们。一位长老开口，陛下消失，必须尽快稳住鸿鹄界，应立即命令6位皇者入圣皇宫述职，若来，夺其权柄为我等所掌控，若不来，举兵征伐之。大长老沉声道，有消息称灭世煞元曾出现在霸皇宫，并与霸皇大战。众人一怔，一个个眉头蹙起。大长老继续道，霸皇竟拥有了不弱于灭世煞元的实力，这等实力应已不弱于圣皇陛下。诸位以为其他6位皇者的实力如何？一位长老沉声道，看来他们一直都在隐藏实力，只要他们知道圣皇陛下消失的消息，便会有所动作。大长老点头，唯有圣皇陛下才能令他们不敢放肆。圣皇陛下消失的事不能透露出去，接下来的事便如之前安排，由6位皇者中选出继任圣皇大位之人。话音落下，议事殿内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他们不高兴也好理解，他们身为圣皇宫12长老，权势地位都在正式八皇之上，如今继任者却从八皇中选拔，而不是从他们中选，这一点他们如何高兴得起来？二长老开口，诸位莫非真的甘心圣皇大位被外人继承？众人眉头微挑，最末位的12长老洛川蹙眉，二长老你此言何意？圣皇大位由正式八皇中选出，是陛下定下的事。二长老摇头，陛下如今生死未知，八皇若为争夺圣皇大位大打出手，鸿鹄界大乱，这绝非陛下所愿看到。
三长老点头道：“二长老所言没错，陛下愿看到的是举世安泰，而非战火纷飞。”大长老看了看众人，诸位以为如何？几位长老嘴角微微翘起。大长老、二长老和三长老这一唱一和，看似临时起意，实则早已商量好了。其他几位长老纷纷道：“我等遵循大长老的决定。”